甄嬛传》中有这么一个人，他恩宠万千，他独成语录，他的嘴开过光，所言之事事事成真，他就是要活得轰轰烈烈的华妃。这一集咱们就来唠唠华妃预言的那些事儿。第一点，华妃预言甄嬛怀孕之事。当时甄嬛作为新晋秀女，很得皇上欢喜。皇后为了讨皇上欢心，又为了打压华妃，故意在新晋秀女寝宫的安排中，把甄嬛安排到了离养心殿最近的承乾宫。果不其然，皇后把秀女的寝宫安排下去之后，华妃立马坐不住了。对于甄嬛这个还没进宫就让皇上挂念的人，华妃担心甄嬛会把她的恩宠分掉，所以当太监把皇后拟好的秀女寝宫安排单拿给华妃过目时，华妃当场重新规划，把甄嬛的寝宫划分到偏远地区碎玉轩。不吉利，不就是方贵人小产过又被打入冷宫吗？有什么可忌讳的？让她住进去，保不齐还能像方贵人似的怀上龙种。华妃本意是不想让甄嬛接近皇上，却美其名曰住碎玉轩能怀上龙种。结果甄嬛住进碎玉轩，阴差阳错地发现麝香。为了不让贝蒂这杆枪打到自己头上，甄嬛选择了避宠，然后才寻找机会邀宠。最后甄嬛在杏花树下秋千价钱遇皇上。朕的手都酸了。皇上是嫌臣妾重吗？你倒不重，是朕抱紧了怕你痛，放松了怕你摔着，一双手进退为难，所以才酸了。频频获宠的甄嬛在碎玉轩怀上了龙种。虽然甄嬛第一次怀孕被害小产，但甄嬛通过她的才情和智慧再度获宠。很快甄嬛又在碎玉轩迎来了二胎。娘娘，微臣恭喜娘娘。恭喜娘娘。娘娘，温大人说你已经有1个月的身孕了。华妃本意是让甄嬛远离皇上，无法邀宠，却不料华妃说碎玉轩能怀上龙种，预言成真。甄嬛不仅在碎玉轩怀了龙种，而且还怀了2次。第二点，华妃预言甄嬛3人组分崩离析。当时安陵容他爹运送粮草不利，被押入狱。安陵容为了救他爹，急忙跑去找沈眉庄，因为关押安陵容他爹的地方正是沈眉庄他爹管辖的地带，所以安陵容求沈眉庄写封家书通融通融。结果沈眉庄在这件事儿上实在帮不上忙，瞧着沈眉庄都无计可施，甄嬛赶忙出主意，带着安陵容去求皇后。曹贵人得知此事后忍不住夸赞沈眉庄、甄嬛以及安陵容之间姐妹情深。结果华妃对这份姐妹情却是这么说的：后宫中哪来的什么情同姐妹，不过是示弱依附恃强，愚笨听从聪明。今日是姐妹，明日是仇敌，面前是笑脸，背后就是刀子。可见华妃看透了深宫中的虚情假意，加上皇后在甄嬛3人组插了一脚，安陵容误以为是皇后在全心全力救她爹，反倒自己的姐妹沈眉庄只是顺了个人情。因此安陵容叛变，加入了皇后的打胎小分队。我算是知道了，谁的话都没有皇后娘娘的话管用。那是自然，除了太后，皇后娘娘可是宫里最大的女人了。第三点，华妃预言安陵容的下场。甄嬛把安陵容推上后宫好声音的舞台后，皇上便对安陵容有了兴趣。在安陵容唱歌期间，皇上把她当成玩物，唱得好了就赏个苹果，给句夸奖。后来安陵容与甄嬛有了隔阂，皇后及时捡漏，给安陵容上起了私教课，目的就是给安陵容打造一副纯元嗓，推上后宫好声音的冠军，以便邀宠分宠。而安陵容也不负皇后期望，靠着纯元同款嗓音，再一次获得皇上恩宠。好一个有花堪折直须折，朕便折你在手，不会再让你枝头空寂寞。对于安陵容一次次用嗓子获宠，有人羡慕，有人嫉妒，而恩宠万千的华妃却是这么说的：像安陵容这种没有家世的女子，唱破了喉咙也只是个歌妓的料子。皇上宠她一时是她的福气，还指望这福气能一辈子吗？可见华妃对皇上的性子摸得很透，皇上对安陵容确实也没什么情分，只有想听歌了才召安陵容。
就连甄嬛建议给安陵容的封号为离，皇上也乐呵地吩咐下人去办了。难道皇上看不出来离字带有侮辱性吗？很明显，饱读诗书的皇上十分清楚，但为了哄甄嬛开心，他便觉得无所谓。正如华妃所说，皇上对安陵容没有情分。第4点，华妃预言瓜六的下场。年羹尧倒台后，华妃被褫夺封号，降为答应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华妃的预言功力。当时瓜六因他爹扳倒年羹尧有功，进了宫。刚入宫就被封为贵人的瓜六到处嘚瑟。瓜六在他瞎显摆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华妃，这时的华妃已经被降为了年答应。按理来说，遇到比自己位分高的人该行礼，但华妃一生高傲，哪里肯向他人低头？因此瓜六对华妃不愿行礼的举动感到不满，甚至还出言嘲讽华妃高楼塌得破败不堪。华妃瞧了瓜六一眼，立马怼了几句：入岛猢狲散。这话说的可真好。你倚仗家里的功劳进宫，和我当初有什么两样？你以为做了美梦，只怕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。瓜六以为华妃是在诅咒他，却不知道华妃已经看透了皇家无情。今天瓜六可以看家世活得风华，明天瓜六也因家世跌到泥潭，这和华妃成也家世败也家世没有区别。后来真如华妃所说，瓜六一族倒台，瓜六也受到了牵连。哪怕平时皇后到处提点瓜六，到了真出事儿那天，皇后看都不看一眼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瓜尔佳氏求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。站住！瓜六冒着大雨跑到养心殿求皇上求情，皇上也全然不顾往日的情分，因为对皇上来说，帝王之家真心最不要紧。因此当瓜六一族对皇上来说没有用处了，皇上也就不记得瓜六的心慌不慌，直接把瓜六的人头送给了苏培盛。我贱人，我就是做鬼也不会饶恕你的，我要变成厉鬼。以上便是华妃预言之事，可见华妃确实有点开光棒在身上的。不管是甄嬛还是安陵容以及瓜六，只要是华妃预言过的都已成真。可惜华妃预言对了别人，却预言不了自己，最终也落了个凄凉的下场。贱妇，太后小心！我终于等到你了，你干什么？吉太平为什么会突然冲出来刺杀甄嬛？究竟是吉太平与甄嬛有不共戴天之仇，还是吉太平另有图谋？这期咱们就来唠唠吉太平为何要刺杀甄嬛。首先咱们来看吉太平拥有刺杀甄嬛的机会，是因为甄嬛受到程翰的告发，说是如意在冷宫中偷偷烧纸诅咒甄嬛。要知道甄嬛最忌讳的就是宫人违禁烧纸，更何况当晚还是中元节，甄嬛特意请了法师进宫祝祷，为的就是思故人、解厄运、安定宫闱。如果这个时候如意在烧纸，那么她的举动无疑是冲撞了功德法事。于是甄嬛大怒，决定到冷宫中一看究竟。程翰派人把冷宫的门打开，果然如程翰所言，如意正在烧东西。瞧着熊熊燃烧的火焰，程翰不顾规矩，赶在甄嬛面前，对着如意是一通大骂：你们竟然敢偷偷的躲在这儿烧纸钱，冲撞太后的法事，怎么着？是想让宫里沾上你们这个地儿的倒霉劲儿是吗？真是罪该万死！也正是因为程翰的大嗓门，引起了冷宫中其他嫔妃的注意。不管是如意身后渐渐走来的模糊身影，还是吉太平趴在门窗上张望的眼睛，总之围观这场热闹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瞧着人多了，甄嬛立马摆出自己作为太后的威严，和如意说清违禁烧纸的后果，便让程翰施行。眼瞧着程翰招来的人即将动手时，如意终于开口解释，向甄嬛表明自己烧的并不是纸钱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如意为何还要狡辩呢？难道当我钮祜禄甄嬛是眼瞎吗？甄嬛满心疑惑，使了使眼色，派福家前去翻看如意烧的东西。这一翻还真不是什么纸钱，而是如意为甄嬛祈福的6字真言。妾身今日知道太后在宫中请了大师开坛祝祷，所以亲手抄了6字真言，愿随大师念诵焚化，为太后祝祷，以示孝心。
一开始程翰口口声声说如意烧纸诅咒甄嬛，如今这个纸钱不仅变成了6字真言，而且在扎扎龙还没把如意阿玛过世的消息传到宫中的情况下，程翰作为一个下人，他就已经知道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程翰一个人打2份工啊！呸！意味着程翰一边讨着甄嬛的好，一边又要为他人卖命，想借甄嬛的手除掉如意。甄嬛作为上一届宫斗冠军，仔细一想就知道了里边的缘由。于是甄嬛把原本要赐给如意的刑罚给了程翰。太后饶命啊！太后饶命啊！再折腾，天都要亮。咱们也回去吧。哎，注意看，吉太平开始出动了。也正是因为甄嬛处罚程翰吸引了众人的注意，所以没有人注意吉太平悄悄绕到了甄嬛身后。于是当甄嬛正要踏出冷宫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会想到吉太平会冲出来刺杀甄嬛。所有人都以为吉太平恨毒了甄嬛，却不知道吉太平刺杀甄嬛这件事儿，实际上也为如意能够顺利走出冷宫铺了路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咱们重点来看，在这场刺杀事件当中，其实吉太平有2次机会能够顺利伤到甄嬛。第一次是吉太平突然冲出来的时候，但凡他话不那么多，他就能伤到毫无防备的甄嬛了。而第2次则是如意挡在甄嬛身前的时候，按照事后索心的话来说，吉太平的刀剑就离如意那么近，但凡他果断一点，如意和甄嬛必定会有人受伤。可是吉太平都没有下手，并且吉太平还在被制服的时候对甄嬛说：刚才要不是他救了你，你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你。吉太平这话分明是在告诉甄嬛，如意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以后你不得找机会捞你救命恩人出去啊！果不其然，因为如意挺身而出，也因为吉太平的话，甄嬛对如意放出了承诺：如意，你好好惜命，留待来日吧。吉太平和如意既没有血缘关系，又不是朋友，那他为什么要暗戳戳的帮如意呢？剧情往前咱们来看，如意进入冷宫当晚，吉太平得知如意是乌拉那拉氏之后的反应。我倒要看看乌拉那拉家的女儿到底能熬多久。很明显，如意引起了吉太平的注意。于是当索性拿回吃食的时候，如意发现索性只能拿到长了霉点的馒头，而吉太平手中的却是干净的饭菜。如意忍不住询问吉太平里边的缘由，吉太平毫不吝啬地告诉如意，可以拿钱换菜。不用看，想办法弄点银子，马公公自然会给你们弄些新鲜的吃食。此时的吉太平对如意充满期待，他可不想看着如意还没熬到头就饿死了。后来海兰给如意送去了一些凌霄花，吉太平看到如意把凌霄花种在冷宫中，忍不住笑话如意，还真把冷宫当家了。如意笑着回答吉太平：等花开了我给您送过去。这是冷宫，可不是你在后宫的院子。就算在冷宫也得活得体面些。注意看，吉太平也笑了，这是他在冷宫中唯一一次真心的笑。或许他被如意的真诚打动了，于是当如意在冷宫中将计就计烧纸时，吉太平误以为如意在烧纸钱，他还是忍不住上前提醒如意别犯了忌讳。你知道太后那个老妖妇最忌讳的就是这些，一不小心被人当成了诅咒，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可见吉太平是真的为了如意好才提醒他。如果说以前吉太平只是想看看如意能熬多久，那么当吉太平拔刀刺向甄嬛的那一刻起，他已经在为如意铺路了。毕竟事后如意说起此事是这么说的：他行刺太后，反而让咱们救了太后，多了一份出去的指望。可见吉太平刺杀甄嬛这个举动，不仅是了了自己多年以来的心愿，而且还为如意顺利走出冷宫助了一波力。